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立秋后要多吃红薯，今天分享个红薯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松软香甜，出锅比蛋糕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4个鸡蛋和1根红薯，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来处理红薯，用刀把红薯的2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去掉。然后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个苹果，淋少许清水把苹果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用手搓匀。食盐有很强的颗粒感，能够有效的去除苹果表面的农药残留物，大概搓洗2分钟左右。搓匀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苹果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盐分清洗掉。可以多清洗几遍，洗净后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分成4份，然后把苹果核去掉。苹果核口感酸涩，非常影响口感。然后把苹果切成大块，再改刀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15克葡萄干，再准备15克红枣，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然后加2勺食盐，加2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葡萄干和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这里加食盐呢，食盐可以让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杂质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葡萄干和红枣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案板上，然后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剪好后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切成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薯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1根筷子戳了试试看，如果能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再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，鸡蛋的量可以根据红薯的量酌情调整，红薯多的话鸡蛋就多打几个，红薯少的话鸡蛋就少打几个。鸡蛋打好后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再把苹果加进来，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红薯泥，尽量多打一会儿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再倒入大碗中，加入5克酵母，加4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分次少量的加入28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就可以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个长方形的模具，在底部铺上1张油纸，再淋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要刷上1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蜂窝状，再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。
搅匀后，再倒入一半的红枣和葡萄干，再加入30克甜蜜豆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这里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果干或者是干果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搅匀后，再倒入刚准备好的模具中，用铲子把表面整理平整了。整理平整后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明显变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说明2次发酵好了。再撒一些黑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然后再放上一些蔓越莓干，均匀的撒在表面。接着再把剩下的葡萄干丁和红枣丁均匀的撒在表面，这样不仅看起来好看，而且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会更加好吃。全部放好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面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用手掰一下周围，这样方便脱模。然后再给它豆蔻脱模，底部也是非常的平整漂亮。像这样我们非常好吃的红薯发糕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，浓浓的果干香味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看一下，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为了方便食用，再给它切成小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松软。切好之后，把它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看一下里面的组织，非常的绵软细腻，吃起来松软又不粘牙，而且是用蒸的，好吃又不上火。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多吃一些，一次吃不完的。放置温热，把它装进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凉了也不会硬。想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吃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